本地舞蹈家刘美玉虽然已年过60，但沉浸在舞蹈艺术40年，她对舞蹈创作与教学的热忱始终不曾递减。这个动作的那个对话呀，是不是可以更多层次感？今天是我跟他们进行一些对动作上的探讨。我做完了这边，然后又再做这边，就是那个对。美玉成长的年代没有太多学习舞蹈的机会，即使有一些芭蕾舞蹈班级，所需的学费也是她无法负担的。中学毕业后，她加入了人民协会文工团舞蹈组，才有机会跟专业的老师学舞。渐渐的，美玉累积了一些舞蹈经验后，获得马林百列联络所的邀请，开班授课。虽然工资不是很多，但是我看到一群小朋友很开心，就是有那么的渴望的一种表情在看你，看到孩子们是模是样的跟着节奏，然后去跳舞。当年我在这边教舞是在80年代。然后在联络所这边，我们就是做了很多不同的一些创作。屈指艺术，美玉在马林百列教课已是30多年前的往事了。当年的情景只能凭借旧照片追溯早已淡忘的记忆。这一张照片就是马林百列联络所的作品，然后这个叫做潮汐。我结婚的时候，我的姐妹团全部都是我的学生，就是马林百列那第一批的学生。我很开心有这批舞者，真的很开心，因为他们跟我的关系不是只有师生情，好像都是朋友。看一下陈荣，很有青春活力。光阴荏苒，当年舞团唯一的男舞者李成荣，如今已年届56岁。他从17岁起便跟随着刘美玉学舞。我是在26岁的时候，我就开始退出舞台，不再跳舞了。但是我没有就此离开新典。卸下舞者的身份，成荣义务扛起舞团的幕后工作。不幸的，他高龄96岁的母亲在去年2度中风，迫使他放下在舞团承担多年的职务。像平时我有空的话，我都会带他下来活动，给他松一松筋骨。呀，加油！我觉得是美玉老师给了我这个舞台，给我这个表演的机会，然后我也必须要秉着他这样的一个精神，给新的一代的舞者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专注于他们的表演。这个是在中国沈阳与当地的表演者一起合照的一张照片，很珍贵，真的。所以对我学舞的历程，感觉是没有遗憾哦，所以也很感谢美玉老师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啦。成荣这个孩子，我喜欢他呀。当他接触新的事物的时候，他还是会很认真的去学习。只是刚开始可能有一些碰到一些困难，但是他会就说：“老师，我不可以做。”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你什么都不尝试，那你要跳什么舞呢？”哇，那一秒就打进我的脑了。这句话也影响了我接下来在职场上面对困难的时候，面对新工作的时候，我就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念，从不说不。那个是红绸舞，我就是被派到跳那个双绸了，就这一张了。以前我就住在这里，因为要练双绸，所以需要很大的空间，我就只有利用前面这个篮球场来作为练习。我不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很多人不知道我在学跳舞。
但是美玉老师时常鼓励我们说，我们作为一个舞者，我们一定要能够面对观众。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信念啊，我就豁出去了咯。虽然是人家会走动的场地，会知道我在学红绸舞的。美玉的叮咛不但激发成荣潜藏的能力，也改变了他日后处事的态度。1985年，美玉将传统华族舞融合西方舞蹈的元素，编排一支名为《浮浪人》的舞马。这新尝试可说是他跨进现代舞的第一步。老师的舞蹈很创新，它不是纯华族舞，它会利用西方的技巧来编排舞蹈，同时他编的节目都很有哲理很吸引人啊。舞蹈应该算是一种生活的经验，从这样的一个经验来表达出一个的想法，但是在传统舞里面是没有的。我也不能够用传统舞的舞步去表达我这个压抑的心情，所以我就走向了这个现代。因为我会觉得在做现代舞的时候，整个心境我会感觉到较宽阔吧。这新颖的概念，在当时的传统华族舞团圈子里，迎来不少质疑的声浪。为了追寻更自由的创作空间，刘美玉和先生陈春宝在1991年成立了新典舞蹈工作坊，这是今天新典现代舞蹈团的前身。虽然在这边已经有20多年了，但是现在回到来，自从装修以后，感觉上是有点陌生，也有点熟悉。创立现代舞团后，美玉在90年代的创作从传统舞蹈蜕变为现代舞。虽然创作过程布满荆棘，但他勇于冒险尝新，成为本地现代舞的拓荒者。从华族舞过去现代舞，其实是这一段真的是很挣扎的。我会觉得我必须要冲破这条线，然后如何的去体现我想要做的想法，必须要很大胆的往前走。1999年，美玉编创的舞蹈《云》在美国费城演出时引起回响。这个作品得到那个舞蹈杂志说是我们是1级的表演节目，那时候觉得感觉上非常的开心。外界的肯定促使美玉更为努力地投入创作，她也在2018年荣获新加坡文化奖。回首过往，美玉难以忘怀当初在史丹福艺术中心和学生创作各个现代舞的情景。这里是Stanford Art Center， 这个是舞团的第一个家，我们在这边大概有20年了。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安稳的场所，让我们真的更集中的去发挥。舞团搬离这里10年了，时过境迁，美玉重游故地，怀旧中依稀带点陌生。这里是我以前的办公室，然后2楼是我们的舞蹈室。虽然在这边已经有20多年了，但是现在回到来，自从装修以后，感觉上是有点陌生。今天还会有2名旧相知，准备和他一起拼凑过去的记忆碎片。这边就加了这个电梯，非常的方便。以前我们的道具都是自己扛上来，哇！然后这个是0202。我们就做了很多的创作，实验创作，舞者们都玩得很开心，在这个小课室里面。老师，你们出现了！来，我们一起跟你重温这个地方。哎，哇，真难得！我们去看那边呢。
我是李淑萍，初次认识刘老师的时候是在中2的时候，大概14岁。淑萍是在中学的课外活动接触到现代舞，中学一毕业，她便加入新典舞团。当时舞团已经拥有一批包括程荣在内的资深舞者。那时候我加入新典的时候是94年，然后新典已经有了一批老师的学生，所以他们是有经验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也很 humble， 不会说哦你是最新的你就要做这些东西什么，那个互动就觉得很开心。以前我们会在后面那边放一张桌子，然后美玉老师时常都在那边用餐，但同时跟我们讲解排练的情况，还有鼓励我们表演得更好。刚开始认识陈荣他们那批舞者的时候，都觉得他们跟老师说话什么，就觉得有那种很尊重的感觉。even 现在还是有一样的那个态度。以前这边有窗口，有时候往窗口里面爬出来、爬进去都有，所以我们的表演空间不只是限于在 studio 的里面，在外面我们也有表演过。因为那个窗口真的是给了我们很多那些创作的那个 idea。离开这里20年，我没有回过来。今天能够回来，就好像又从头走过一遍。以前在这里生活的欢乐时光，哇，一下子全部涌上那个脑袋。有人气嘞！现在有冷气了，很不一样。颜色也换了。对呀。以前刚开始经费不是很足够啊，我就请了几个朋友啊，重新粉刷过2间课室舞蹈室，其中一间是枣红色的。窗口有掉过吗？就是有窗口有掉过，太旧了对吗？那个这个玻璃嘛。对。虽然条件不好，但是真的是很感谢艺旅会能够有一个场所给我们做一个很安定的一个创作，真的是有学生们的这样的一个厚爱跟支持跟鼓励，是我一个很强大的力量，更让我能够更坚强的继续走下去。就觉得很感恩，我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是我舞蹈的启发点。没有老师，也没有这个地方让我 train 的话，我不会成为舞蹈老师。那时候是 after 我的 O level 之后，然后成绩不是很理想，然后又不能去保利嘛，然后可是我知道我想再继续跳舞。淑萍是我在教中学的时候，永康中学的时候见到她，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她想要出去外面学舞蹈，然后必须要交一些学费。当她提出她的困扰时，我就会联想到，很像我以前小时候的状况。所以我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同身受，我会很乐意的去帮助他。于是美玉将淑萍引介到舞团，让淑萍无需缴付学费，也能继续学习舞蹈，迈向专业舞者的人生道路。这支舞蹈我们跳了很多次，地上的叶子不是在那边，是我们自己捡带过去的。我觉得以前可能表演的机会不是很多嘛，所以很努力的就是彩排，就为了演出。淑萍对舞蹈真的是非常的认真，然后在服装设计、在一些道具，淑萍是她自己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不需要我担心。这个手提袋是我做给吕老师的教师节礼物，感激他教我这么多年。老师跟我一样喜欢 bag， 喜欢鞋，喜欢衣服的。我们的 day 差不多一样，我觉得，
那时候老师的教导方式是很新的，因为我觉得老师还是很 pioneer in improvisation。他会 encourage 让我尝试最后的那个 end product， 你会觉得我有那个 ownership， 不是老师好像把这个编的交给我，是他 suggest 我自己编出来的感觉。我觉得刘老师对我来说比较像个导师。我觉得导师不只是教你舞蹈，可是教你生活上的一些小小细节的东西，可能他处事的方式让你觉得蛮敬仰，然后你会 follow， 所以觉得他是一个导师咯。卡片里面有一句话，我非常感激也感动。作为一个老师，你讲的一句鼓励的话，都是会影响一个学生的。月绵路艺术中心是新点现代舞蹈团大约在10年前落脚的新家。舞团换了新环境，美育的学生旧的一批走了，又迎来新的一批。唯一不变的，或许是美育对教育的投入和热忱。舞蹈对于我可以说是我的生命最重要的部分。走这条路，我肯定有遭遇到不同的起起落落。我觉得更重要就是我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我喜欢看到学生这种纯真、渴望的一种学习态度，会冲淡了我很多很多不愉快。舞蹈就是展现肢体嘛，当他们如果做出了一些让他自己也觉得意外，让我也会被感动到，我觉得他就成功。和舞团草创时期比较，美育现在具备更理想的创作条件，但是却没有料到去年开始爆发的新冠疫情，让舞团陷入前所未有的考验。我们原本所有的一些实体计划的表演，突然间推翻掉。整个的运作方面，我好像觉得我进入了是一个新的方向、新的舞团这样子，全部都改换成线上表演。危机之下，美育想起过去曾经合作过的学生蒋佩珊。佩珊擅长使用复合媒体，结合舞蹈进行跨领域的创作。在疫情的阻断措施期间，老师希望有一个人可以跟他一起探索舞蹈的数位化的可能性。他就打了电话给我，就问我有没有兴趣参与舞团。新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也是因为有老师，我的艺术生涯初期有一个很好的空间进行培育，所以最后就答应了加入舞团。我觉得很庆幸佩珊能够一口答应我，这个真的是能够帮助到舞团整个的改变呀，我觉得非常的感恩。疫情阻断期间，佩珊和舞团排除万难，共同创作完成一些线上演出，其中包括舞蹈电影《苹果日记》。所以这个是我在新点第一次编创的作品，它的名称是 Selfless。佩珊2007年曾经在舞团待了4年，她也参与了5格子计划，前后编创了3个舞蹈作品。5格子是美育老师创造的一个编舞平台，它是让当舞团当中的舞者有机会进行自己作品的编创。至今5格子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跟平台，因为它似乎是在
我的心里撒了一颗种子，对编创有兴趣的那颗种子。为了让心中编创的种子发芽成长，佩珊在2011年前往英国深造。那时候我在出国之前，老师有给了我一张卡片，老师就写到：我们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与决定。就路途上有风雨，有艳阳，重要的是抉择前有经过沉思，非常感激也感动。佩珊，我很佩服她的学习毅力。我觉得这样的在一个人生的道路那种转换，更需要我们的鼓励。除了负责舞团的行政工作，佩珊目前也为舞者上课进行技巧训练。我从英国念书回来之后，其实有一直跟美语老师做联系，尤其是在教课这方面，他会激发我因材施教去进行舞蹈教学。作为一个老师，你讲的一句鼓励的话，都是会影响一个学生的心态。作为一个舞蹈老师，我并不是主要把你训练成你会跳舞的人，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人格、品格。我觉得这些最基本的我们都要会。So, do you wanna go somewhere with me tonight? We could find the perfect record in the sea of what ifs. We'll see. Yeah, we'll see.